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昨天啊，美国出来一个就3月21号的这个当周的这个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数据出来了啊，大超市场预期。这个申请人数达到328万，创了历史的新高。那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新闻热点啊，跟大家聊3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聊一下美国现在的这个失业情况啊，这个受疫情的冲击。那第二部分呢，聊一聊中国的一个失业的情况啊，中国的一个包括一些就业的一些情况吧。第三部分呢，我再说一说这个失业对经济、对社会啊、对政治，甚至对这个社会思潮带来的一系列的可能的这种影响。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美国现在的一个失业情况啊。这个其实在3月7号的啊，还在3月7号之前的时候，其实美国的这个就业没有受到疫情什么影响。这个我记得当时3月7号的这个当周的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的这个人数啊是 21.1 万啊，这个较前一周还下降了4000人，还是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那这个显示出美国呢当时处于良好的一个就业轨道的范围啊，没有什么偏差。那真正数据开始波动和异动呢，就是从这个3月14号那一周啊，3月14号那一周呢，数据开始有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申请救济金的人数呢达到了 28.2 万人啊，稍微这个上涨了一些。那再到3月21日的这一周的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那一下子就飙升了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一下子这个飙升到 328.3 万人，可以说创了历史新高啊！这个是远超预期的170万人啊，市场这个一致预期大概就是150到170万人。那这一数据呢，可以说是已经接近了就是有历史记录以来高位的5倍啊，几乎相当于就美国2%的这个就业人口的一个规模啊。那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大家感受一下，就当时就是这个初次申请就业金的数据啊，在这个2009年的3月啊是 66.5 万，当时是金融海啸的一个高峰的一个值啊，也就 66.5 万。还有呢，就是1982年10月的时候啊，当时是拉丁美洲危机的时候啊，应该是当时是 69.5 万的一个历史记录啊，也就是最高呢，也就是 69.5 万。那你用这个328万除以这个69.5 万啊，大概接近5倍的这个样子啊， 4.5 倍到5倍的样子。那这个呢数据呢还只是美国呢实施这个禁足令啊，也就是实施这种社交隔离政策以来的首周的一个数据。就按这个推算的话，接下来几周啊，美国的这个失业人口有可能会超过1000万啊，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可能会超过1000万。那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呢，就大家感受一下，当时1929年啊，这个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啊，美国的失业率也就达到了 25% 啊，非常严重的失业率，也就是说每4个人呢就有1个人失业。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份上啊，这个程度啊。那美国有一个咨询的一个报告上面显示啊，我看他写的是，就接下来几周啊，他觉得预计美国可能有2300万人随时可能失业。那占到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 15% 啊，可能会达到这种程度和比例。那好，这是一些数据啊，给大家分析的这个数据回顾了一下。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美国这个经济呢，它对这个就业的一个分布和情况。大家知道，美国经过这30-40年的这种全球化的这种经济的转型啊，包括产业链的外包啊，产业的迁移啊，对吧？这个它的经济呢，其实已经非常依赖这种服务业了。啊，就是它的这个经济里面服务业的比重呢非常非常高，啊，你像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5万亿美元啊，大家知道美国总的 GDP 是2019年是21万亿美元，那服务业就占到了大概 80% 的比例，而且这个很多的这种工种啊，大家知道在美国如果去过美国或者对美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话，知道其实美国的很多工种它是小时工啊，也就是 hourly rate， 就是按小时付钱的。那有些人呢打工他不只打1份啊，可能打2份啊，才能保证他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你像在汉堡店啊、快餐店啊、很多超市收银员啊，很多的地方都是这种小时工啊。可以说这种工作其实本身稳定性就不太高。你这次受疫情的影响呢，这种就大量的这种零售商啊、餐饮啊、酒店啊这种小时工的工作啊，它就消失了啊。这种小时工，而且也是受到冲击非常大的，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一部分人。那服务业呢，因为是美国的这个支柱产业啊，这个服务业的这个采购经理人的指数呢，环比也下降了 10.3% 啊，到了这个 39.1%。这个指标呢，可以说创了2009年10月以来的这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失业啊，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它的失业呢，就是它这个数据非常透明啊，数据也非常快。你像这个每周这个初次申请这个失业救济金这个人数啊，每周都可以出来，
很灵敏的一个数据，非常快。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比较依赖服务业嘛，那这次疫情呢，主要冲击的就是服务业啊，就是线下的这些面对面的啊，这个需要交易的一些行业，所以对它的就业的冲击呢，就恰恰也比较大啊，这是这次这个疫情啊对美国就业的一个冲击的特点。那大家也知道，美国刚刚出台的这个2万亿美元的一个刺激方案啊，就根据这项法案呢，就美国政府它会为每名成年人啊、单身人士提供1200美元现金啊，如果是夫妇家庭的话，就是2400美元，然后每名小孩呢再给500美元。出来呢这一系列政策有个什么好处呢？其实出台这种刺激政策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它不一定说是能力挽经济于狂澜啊，但是它可以买来时间啊，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的，可以赢得时间。那赢得了时间以后，让中小企业保住了这种生存啊，保住了中小企业，保住了就业啊，那才能买得时间以后来给科学家有时间去研制疫苗，对吧？如果你不出台这些刺激政策的话，那整个失业就会迅速蔓延啊，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企业啊，某些行业的大企业，比如航空公司包括波音的这种飞机制造商啊，它迅速就会死亡。那这个可以说是带来的冲击呢，就是不可挽回了，如果你让它发生的话。所以说美联储必然在这个时候进行救市啊，而这种救市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为我们迎来了这个宝贵的时间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科学家的努力啊，包括这个疫情的控制情况。那好，这是美国的整个一个现在就业以及失业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也确实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啊，也可以说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这个就业情况啊，我们应该马上会看到。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就业情况啊，中国的就业情况有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永远是个谜啊，因为很多情况你看不到啊，确实不太透明。你到现在以来从1月份到现在以来，你看我们在新闻上能看到几家就是大企业裁员的情况啊，几乎根本看不到，你只能看到就是这些零星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些裁员或者网上一些人的帖子或者是一些流传出来的一些照片你看到一些这个支离破碎的情况，但是你根本看不到一个中国失业情况的一个全貌包括走到今天以后，很多外贸的企业取消了订单，取消了这些单子，那这些外贸企业的员工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没有很少有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我们更不要去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貌。那中国的这个失业情况呢，我觉得我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就是这个中国2月的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呢是上升到 6.2% 上升了大概1-2个点的水平，达到了这个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因为这个调查失业率的历史也并不长18年才出来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这种准确性精准性全面性到底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你去观察中国的就业，你就看中央的政策在强调什么中央的政策一般现在都是在强调稳就业大家知道有6稳对吧？中央有6稳，第一就是稳就业，第二稳金融，第三稳外贸，第四稳外资，第五稳投资，第六稳预期，对吧？6稳之首就是稳就业，所以你就也能感受到这个就业情况的严峻还有就是中央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这个工信部最近的一些政策说千方百计稳定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千方百计稳定中小企业的就业怎么样你只能从这个中央的政策的急迫性角度来感受这个中国的就业情况的严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去感受一下或者观察一下整个中国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中国的就业市场情况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10年以后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农民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可以说51%都是这个农民工为主体大家看这个灰色的柱子新增农民工人数，这个是占大头的这个本科毕业生专科毕业生呢，它是占小头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中国产业结构的这种转型中国现在服务业也占到了整个 GDP 的55%左右也是不小的比例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新增农民工的人数已经下降到非常少了，只有180多万人，200万人不到。那大学生的比例呢这个专科生和本科生的比例呢相反却非常非常高尤其是到了你看2020年最新毕业生的毕业人数达到874万人这个每年不停都在增多。所以大家首先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就业结构在发生变化以前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一种就业到了现在呢是要解决的这个就业压力主要解决在这种大学生的这种就业。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个中国这个大学生的一些情况大学生这个情况，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表。
这个数据表呢，就是从01年以来啊，到2020年以来的这个整个高校毕业生的一个毕业生的毕业人数啊。如果在中国大家经历过知道，就是中国是从1999年开始扩招了嘛，对吧？当时其实99年面临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整个经济社会是巨大的这种压力啊。当时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啊，其实对中国的传导啊，在98年、99年已经开始了啊，也是非常严重的冲击。再叠加这个国企的下岗潮啊，中国的就业压力非常巨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99年呢，教育部就开启了大学的扩招啊。99年招生的人数呢，比上年都增长了50%啊，净增了52万人，达到160万人。就是说，其实在99年以前啊，中国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招生人数还是比较稳定的，大概就在100万人左右吧。那从99年以后呢，那就开启了这个一骑绝尘的时代啊，就是这个迅速扩招、飞速扩招啊。大家可以看啊，从这个毕业生人数可以看啊，99年入学，他就是03年毕业，你就看那个03年那个数据啊，从03年开始一路飞飙，一路猛增啊。我一度以为这个到15年、16年啊，就是一个高点，就当时毕业好像是700多万到800万啊，我当时以为这个已经是一个毕业的一个高峰了，但我真的没想到啊，就是在这15、16年以后，后面还是每年在增长，一直到2020年这个增长到874万啊。这波毕业生说实话确实也是运气也是蛮差的啊，在这个百年一遇的疫情之下啊，包括这个经济这么脆弱的时候，然后而有这么多的毕业生去毕业啊，那确实压力很大的啊。那让我想起一句话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有句话叫时来天地啊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啊。人啊最终还是时代的一个产物啊，你毕业的早啊，毕业的晚啊，出生在什么时代啊，对你的这个命运构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可以说。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扯得有点远，我们回来看一下，那整个2020年的这个大学毕业生人数874万啊，这还没算那个回国留学人员，加上回国的留学人员的60万呢，就一共是934万啊。那这934万的这个学生要找工作，那真是堪称史上最难就业季啊，一点都不夸张。那你在这种时候毕业确实有一种这个深深的这种无力感啊。好，这个我们就这个中国的就业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数据不太透明啊，你看不到这个到底全貌是什么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就业呢已经发生转变啊，过去是靠这个农民工依赖这种这个民工比较多，现在呢主要是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占很大的一个主体和一个问题啊。再叠加呢，现在有一些存量的就业呢，同时也在发生着失业啊。你比如说受这次疫情影响比较严峻的这个航空业餐饮业这些线下的这个服务业批发零售影响非常大啊，所以这个存量呢也有一些人失业了，所以你要同时解决新增的就是新增的大学生的这种就业，还有这个存量的人的失业问题，所以压力是非常大的。最后我们再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个中美因为都有失业问题嘛，那大家对失业的救济也不一样。那在中国呢，主要是给什么消费券或者是我这个给你鼓励你信贷鼓励你贷款借款放松这个门槛或者是旅游景点的免票之类。整体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力度比较微弱这个也有人做了统计，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些消费券，你看总的金额加起来也没有多少钱。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实力比较强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救济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直接的尤其是给钱这个非常直接直接就给到你现金补助到你家庭你看这个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欧盟的一些国家这个是力道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这是整个我们刚才分析了中美的这个就业失业的一些情况。那最后一部分呢，我再给大家深化一下，再给大家就是往深去提升一下，那就是讲一下整个这个就业对整个这个社会的冲击包括对经济的这种冲击都要构成多大的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或者了解到，就是疫情其实是它只构成死亡原因的20%，就是在一个大的疫情发生以后接连比如发生社会动荡的话，那疫情呢一般只构成这种损伤的这种20%大的这种损伤真正80%的这种死亡也好，这个损伤也好，它是社会动荡带来的，其实也就是失业造成的这种危机带来的。那每当这个失业发生这个严重的失业以后它其实是会改变很多东西的。其实你想一下，人类的这一套市场经济体制它本质是一个既是一个财富创造制度，也是一个财富分配制度。那每次这个发生经济危机其实这个疫情只是一个触发因素，就把这颗雷给引爆了。那真正的问题呢，其实是在分配制度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
没有大萧条的时候啊，这个大萧条引发的这个就是没有大萧条的话，或者没有大萧条引发的失业的话，就不会有法西斯上台的这种土壤啊。二战以后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吸收了大萧条的这种教训，对资本主义制度呢，其实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啊，增加了工会的力量，增加了这种失业救济啊，普及了全民的医保啊、养老保险，这都是在其实二战以后才有的一些东西。那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保险制度的一个改良啊，一个增进啊，其实都跟这个大萧条带来的这个全社会的反思有关系啊。这个全社会对这个整个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这一套的经济制度进行了一定的反思。那对整个的财富分配制度呢，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改良啊，调和了这种不同群体间的这种财富的分配关系，希望呢就是达到一个让社会更加长治久安的一个目的。那这次疫情过后呢，很有可能也会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啊！我不敢说一定是大萧条那样的衰退啊，就是1929年那种程度。但是这次危机过后，我相信啊，也会带来非常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这种变革啊。我们可能会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啊，尤其是这种财富分配的这种变革啊，我相信会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啊。那用狄更斯的话来说呢，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啊。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让我们一起祈祷危机能够早日结束，苦难不再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欢迎支持、转发、订阅，谢谢大家。